走进现实生活，讲述离奇故事。大家好，我是小陈，欢迎观看陈峰故事。2001年1月2日，湖南某村，一场热热闹闹的婚礼正在村民的见证下举行。新郎尹某年轻英俊，新娘美丽温柔，父母双方笑逐颜开，宾客纷纷祝福，怎么看都是喜庆的氛围。然而仪式进行到一半，新郎忽然倒地抽搐，直喊头晕腹痛，现场当时乱成一团。尹家父母急忙让人叫医生，可医生来了也束手无策，不知尹某到底怎么了。人群窃窃私语，又是这样，我就说这一块地方被人诅咒了，连办喜事都没法安宁。尹某痛苦挣扎的模样把新娘吓得不轻，她不停地哭，祈求老天爷放过丈夫，事与愿违。尹某挣扎半晌，还是没能保住性命，两眼一翻，彻底没有了反应。喜事转眼变丧事，尹家人悲痛欲绝，在场的村民也唏嘘感叹。尹家靠近某所小学，学校里的老师平常都认识他。听闻尹某出事，几位老师来看望，其中就有与尹某称兄道弟的尹显平。见尹某的父母哭得险些昏死过去，尹显平不胜伤感，吩咐妻子周慧云回家拿点吃穿用品送过来，又忙前忙后帮着料理尹某的身后事。尹某的葬礼一共3天，料理完毕，悲伤的气氛尚未完全散去，村子的平静又被2个突如其来的消息彻底打破。正在尹某附近小学读书的男孩小华和女孩小青，在学校双双发病，一个当场死亡，一个送医救治无效去世。村子笼罩在阴影中，警方得知情况，介入调查，一查更发现了惊天的怪事。这个村子十分古怪，从1997年开始，怪异的死亡就不断降临，前前后后有10多人在不同场所离奇去世，还有20多人因突发急症落下严重的毛病，既有年纪大的老人，又有出生数月的婴儿，男女老少全部覆盖，甚至导致一些人家因害怕选择搬离村庄。问题在于，这些人的死亡毫无规律可言，时间不特定，地点不特定，彼此也没什么特定的人际联系，厄运的降临完全随机，再加上村民以往压根没想过报案，此刻调查起来困难重重。警方花费许多功夫追查，终于找到一条勉强称得上线索的规律。村里只有一所小学，这些或病或死亡的人都距离学校不算太远，而且大约有1/5的死者生前在这所学校念书。他们的父母因儿女早逝悲伤不已，又找不出原因，一度请施工神婆来驱邪，可惜毫无效果。警方一个个走访调查，问到学校的老师，每个人都愁眉苦脸，因为这件事已经影响到学校的正常教学进度。时年44岁的男老师尹显平更不住叹气，他皱眉告诉警方，第一个遭罪的人就是他前妻谢香珍。1981年，他与谢香珍结婚，婚后生了一个女儿。他多病，心脏不大好，还患有慢性肾炎，需要妻子照顾。偏偏结婚16年后，谢香珍突然生了疾病，说很不舒服，他连夜背着她去医院，但路上谢香珍就失去知觉。邻居们帮忙叫车把人送到医院时，谢香珍已没有了呼吸。自那以后，厄运就像盯上了这座村庄，他家里的亲戚就有好几个中了招，弄得人心惶惶。尹显平续娶的妻子周慧云在一旁不停地点头，也是抹泪，真作孽，我侄儿和侄女都生了一场大病，
现在学没法上了，在家躺着，还要父母照顾，这可真是时运不济。尹显平摇头叹气走开了，周慧云还留在原地，拉着警方诉苦哭泣，哭了好一会。她突然面色一变，止住眼泪，回头左右打量几眼，确认没人才慎重开口：“警察同志，我知道一个秘密，或许可以解开村子的诅咒。”周慧云不过是个略识些许字的农村妇女，警方原本没想过她能有什么线索提供，可看周慧云说的那么郑重其事，他们也生出怀疑。趁着天黑，周慧云带他们一行人七拐八绕，拨开草丛，绕过树林，往山间一处洞口去。这个洞十分隐蔽，若不是周慧云指出来，难以发现。打头的警员借着手电筒的光，察觉周慧云把他们带到了一个密室般的空间里，空气中还有隐约的香味，心生疑惑，正要问周慧云怎么回事，就见她扭过头，表情在昏暗的空间里显得森森然。她露出比哭还要难看的笑容，指着角落，让他们细看一列又一列摆开的木牌。秘密就在这些木牌上，你们走近一点看就知道。他的手指正对着第一列倒数第3个木牌，警方眼神扫过去，看清楚上面写的3个红字，登时大惊，难以置信，连连后退。这怎么会？尹大莲，尹大莲不就是刚离奇身亡的新郎官全名吗？他旁边的木牌写着小华和小青的名字，他们不正是刚暴毙身亡的2个孩子吗？木牌一共13块，仿佛死亡名单般排列开来，正好对应村里3年多来因突发怪病身亡之人。这不可能是什么灵异事件，倒像是……果然，周慧云一边哭一边告诉他们，自己也是无意间发现这个秘密。2000年年末的一天，她发现丈夫尹显平鬼鬼祟祟独自往后山走，差点以为他要去私会哪个女人，悄悄跟在后面。没想到发现他进入这处山洞，神神秘秘的，还不停回头看是否有人。周慧云心生好奇，又怀疑丈夫在这个地方藏钱。等尹显平离开，她走进来看了看，发现了尚未燃烧完的香烛，那些木牌上还写着许多名字，她还认得些字，看清楚上面有着侄女的名字，再看到尹显平姐姐外孙女的名字，大惊失色。尹显平干嘛要在这里竖牌子？他文化水平不高，第一反应就是尹显平在下所谓的诅咒害人，越想越怕。结合以往的生活细节，他怀疑村子里连番的离奇死亡事件是尹显平所为，怕得不行，想跟他离婚，但尹显平不同意。争吵中，尹显平说了句话，让他下决心透露这个秘密：你敢不听我的话，我有的是办法，让你死无葬身之地。周慧云吓呆了，紧接着去世的尹大莲和小华、小青3个人引来了警方调查。周慧云希望能把尹显平抓起来，于是告知了自己无意发现的秘密，但警方却意识到，这恐怕不是什么诅咒在作祟，而是人为的案件。尹大莲和小华、小青身亡前后都跟尹显平接触过，几年以来的数名死者也是一样，包括发病未死但落下严重病痛的20多人。他们的发作很随机，没有任何规律，摸不到因果关系，甚至与尹显平毫无仇怨。如果真的是尹显平所为，警方也想不出动机，只能先根据最近3名死者发作身亡时腹痛抽搐、口吐白沫的情形，先搜集他们发病前吃的食物以及发作后的呕吐物，进行毒素检验。让人震惊的情况出现了，这些东西里面都有鼠药成分，说明
他们根本就是死于中毒，只因村民思想落后。出事时，许多人家不是先及时把受害人送医，而是找道士、施工等人来做法，耽误病情。事后更没想到报警，以至于古怪的案情直到2001年才被发觉端倪。尹显平立刻被控制起来，通过审讯，他终于交代了一切。得知尹显平是疑凶，村里没几个人敢相信。尹显平教书多年，有文化，性格温和，待人热情，谁家有事都乐意帮忙。接触过他的人都认为他老实本分，他怎么会连续杀人？3年送走13人，还导致20多人中毒受伤，留下严重后遗症。通过深入调查，尹显平作案背后的真相终于被揭露。尹显平出生于1957年，读了些书，毕业后当多年老师，但这并没有改变他自小耳濡目染养成的迷信习惯。尹显平与第一任妻子谢香珍结婚初期感情还不错，一同抚养女儿。可慢慢的，夫妻感情开始恶化，起因是尹显平查出患几种慢性疾病，影响夫妻正常的生活。谢香珍对尹显平的护理不大上心，还迷上赌钱，曾经一晚输掉400元，将近尹显平1个月的工资。尹显平与妻子争吵多次，心生恶念，决定杀死他。他在杂志上看到用纸包糖蘸取鼠药杀人的情节，效仿作案。1997年6月的一天，谢香珍吃了丈夫放在枕头下的糖后发作，毒发身亡。第一次作案没被人发觉端倪，但尹显平终究心里有鬼，从此怪梦不断。也是在1997年，前妻去世不久，他做了个怪梦，梦中有个白胡子老头告诉他，他得的是不治之症。尹显平长期饱受疾病的折磨，本就崩溃，一听便慌了，忙问可有什么办法。对方称，如果要保全他的性命，他就必须再杀死12个人，以命换命。尹显平梦中醒来，汗流浃背。自从做了这个梦，他决定实施杀人计划。于是短短3年，他用杀前妻的类似办法，陆续作案36次，包括前妻谢香珍在内，共有13人身亡，24人不同程度中毒。我让他3更死，他留不到5更。据尹显平供述，虽然村民都以为死去的人是急症身亡，没怀疑到他头上，可他终究心虚，所以偷偷在山里设置灵牌，让这些帮他换命的人安息。案发前，他还因为与妻子的矛盾，准备继续下手，但计划被打断。看似本分的尹显平，竟然是村里的活阎王，村民震惊到极点，强烈要求严惩。尹显平罪大恶极，被指控犯投毒罪。根据刑法规定，投放毒害性物质或者以其他危险方法致人重伤、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，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、无期徒刑或者死刑。恶魔尹显平得到了最严厉的惩处。2001年9月25日被押赴刑场执行死刑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陈峰故事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